睡觉时突然腿抽筋就是缺钙吗？错，或与3种疾病有关，多加注意。宋大爷今年73了，喜欢跳广场舞，可最近宋大爷每晚都会被腿抽筋疼醒，连睡觉都不得安宁。起初他以为是年纪大了，钙流失得快，就每天按时吃钙片，甚至还增加了牛奶的摄入量。然而3个月过去，抽筋的症状却丝毫没有改善，反而有加重的趋势。宋大爷纳闷了，怎么补了这么多钙，腿还是抽筋呢？难道不是缺钙的原因吗？他向邻居老张一说，老张也疑惑不解，我也是补钙后还是抽筋，难道我们漏掉了什么原因？带着疑问，宋大爷决定去医院找医生查查究竟。一、腿抽筋未必是缺钙，夜里睡得正香，突然腿一阵抽筋，痛到醒来，这种情形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，几乎一反应我们就觉得是缺钙了，赶紧找钙片吃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吃了钙片，喝了牛奶，症状依然没有改善？腿抽筋的背后可能真不只是缺钙那么简单。抽筋的本质是肌肉的突然收缩，也叫肌肉痉挛。腿部肌肉是靠神经和血管来供应能量和养分的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肌肉就可能会有反应。抽筋频繁可能意味着你身体的一些信号被忽视了，比如体内的钙、钾、镁等电解质一旦出现失衡，肌肉的正常放松和收缩就会受到影响。钙的确在肌肉收缩中起一定作用，但如果体内钾、镁水平不够，也同样会导致抽筋。除了电解质失衡，腿抽筋可能还和血液循环息息相关。我们的血管就是给肌肉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管道，尤其是下肢的血管。如果这些血管因为动脉粥样硬化、血管堵塞等原因供血不畅，腿部肌肉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变得敏感，产生抽筋的反应。神经系统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，抽筋也可能是它在作祟，周围神经病变时，神经传导会出现问题，腿部肌肉就会不自主的抽动或发麻。如果只是盲目补钙，往往难以起到作用。除了这些，晚上抽筋也可能和生活方式有关，比如长时间久坐或站立会让腿部肌肉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缺乏放松机会。运动过度、劳累过度导致的肌肉疲劳也会让抽筋更频繁。另外，寒冷天气时没有注意保暖，血管收缩的厉害，也会诱发抽筋。二、或与3种疾病有关。一、周围血管疾病。腿部抽筋有时候其实是血管在报警。我们的下肢靠血管供应氧气和养分，而这些血管如果出现问题，比如动脉硬化、血管堵塞等，供血能力就会大打折扣。动脉硬化是造成下肢供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动脉壁在正常情况下柔软有弹性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血管内壁可能逐渐沉积一些脂质、胆固醇等物质，形成斑块，让血管变得狭窄甚至堵塞。特别是在夜间静息状态下的血液循环速度放慢，这时血管本身已经不畅，下肢肌肉更容易因为供血不足而抽筋。除了动脉硬化，静脉曲张也是下肢供血不足的常见原因之一。静脉的作用是将血液从下肢搬回心脏，腿部静脉中有小瓣膜帮助血液向上流动。如果瓣膜出了问题，血液会滞留在腿部，腿部静脉变得鼓鼓的，久而久之，供血循环就开始出现问题，腿部的肌肉难以得到充分的营养，自然就更容易抽筋。血栓问题也可能是抽筋的元凶之一。血栓是血液中形成的凝块，堵在血管中，直接影响血液的正常流动。血液本应畅通无阻的流经血管，给肌肉提供氧气和营养。一旦血栓形成，就像拦路虎一样阻碍了血液流通，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氧气，抽筋的几率大大增加。腿部的抽筋看似只是个小问题，但如果是因为下肢供血不足引起的抽筋，可能暗示着更深层的血管问题。血管健康是下肢健康的基础，想要减少抽筋的发生，保护血管是关键。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合理饮食，适当锻炼都有助于预防血管问题，让腿部肌肉得到足够的养分，远离抽筋带来的烦恼。二、电解质失衡。很多人听说电解质时，总觉得有些陌生，但实际上它们在身体里无处不在，对肌肉的正常工作至关重要。如果这些电解质出现问题，肌肉就可能会抗议，以抽筋的方式来提醒我们。
电解质的平衡不仅受饮食影响，还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。比如，平时喝水不足或出汗过多时，体内钠、钾等电解质流失较多，肌肉的电解质供应减少，就可能会发生抽筋。运动爱好者和出汗多的人往往对钠、钾需求更高，而忽视这一点，可能导致肌肉反复出现问题。电解质不足也可能是饮食结构不合理造成的。现代饮食中高盐、高油的食物过多，而天然的钾、镁含量丰富的食物吃得少，容易导致电解质失衡。很多人觉得只要吃钙片就够了，但忽视了钾和镁的补充。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会影响电解质的平衡，比如熬夜、压力大和饮酒过量等。这长期作息不规律，电解质的供需也会变得不平衡，让肌肉处于紧绷状态，更容易抽筋。老年人由于吸收功能下降，更容易发生电解质失衡，特别是钙、钾和镁的吸收率减少。这也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抽筋的情况反而更多见。电解质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它们在肌肉健康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。注重生活方式中的这些细节，保持电解质平衡，肌肉才能更健康，抽筋的烦恼自然也会减少。3. 神经系统病变。很多人习惯性的把腿抽筋和缺钙、血液循环联系在一起，殊不知抽筋的幕后黑手之一可能是神经系统。如果这个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，肌肉自然会跟着罢工，时不时来一阵抽筋，提醒你它的存在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想抬起脚走路，大脑会发出信号，通过神经传到腿部，腿部肌肉才会做出相应动作。这个传导过程极其精细，一旦某个环节出现异常，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就可能失控，抽筋也随之而来。在一些情况下，神经系统疾病可能是腿部频繁抽筋的根源之一。糖尿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糖尿病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，使腿部的神经功能受损，传导信号不再准确，因此容易出现腿麻，甚至反复抽筋。癫痫和帕金森病也是可能导致抽筋的两类神经系统疾病。癫痫是大脑的神经元异常放电造成的，虽然多表现为全身抽搐，但也可能引起腿部局部的肌肉抽搐。神经系统和肌肉的关系紧密到几乎密不可分。许多人只是单纯的认为抽筋是肌肉的问题，没想到背后可能是神经在指挥着肌肉不自觉的痉挛。特别是如果长期频繁抽筋，且伴随麻木、刺痛等其他症状，神经系统疾病的可能性不容忽视。在应对这些神经问题引发的抽筋时，及时诊断、专业治疗是关键。了解抽筋的真正原因，找到问题的源头，才能减少神经性抽筋对生活的影响，不让这位隐秘指挥官再捣乱。3. 如何有效预防腿部抽筋？很多人半夜被抽筋疼醒，感觉仿佛腿拧在一起，睡意全无。要想远离这种突袭，预防腿部抽筋的关键是找到原因，合理调整生活习惯，科学改善睡眠质量。首先，调整饮食结构，补充足够的电解质和营养是预防抽筋的重要环节。如果你常常抽筋，不妨检查一下日常饮食中是否含有丰富的钙、钾和镁。补充这些营养物质，不仅能帮你固本培元，让肌肉功能更稳定，还能让你在睡觉时不容易出现抽筋的困扰。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预防抽筋也有很大帮助。很多时候，身体缺水或电解质失衡会直接导致肌肉痉挛，所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，适当补充电解质饮料，尤其是在运动和出汗较多的时候，能有效减少抽筋的几率。规律运动也能有效预防抽筋，但要掌握适当的度。可以多做一些腿部的拉伸运动，比如睡前适度的伸展小腿和脚踝肌肉，让肌肉放松，这样在夜里入睡时不容易产生紧绷感。注意睡觉时的保暖，特别是小腿和脚部的保温，夜间温度较低时，血管收缩明显，肌肉容易变得僵硬。睡觉时穿上薄袜子或适当盖好被子，尤其是冬天，能有效减少因寒冷引发的抽筋。如果长时间频繁出现抽筋，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，找到具体原因。通过科学的饮食、合理的运动、良好的睡眠和生活习惯，就能让你远离腿部抽筋带来的不便，拥有更高质量的睡眠体验。结语：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硬化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的可能性上升，
让抽筋成为许多中老年人的睡眠困扰。科学调整饮食，补充钙、钾、镁等必要电解质，适量运动，合理保暖，维持良好的睡眠习惯，都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方式。了解腿抽筋的多种可能成因，警惕背后的健康信号，有助于有效预防抽筋，提高整体生活质量，让你拥有更舒适的睡眠和更健康的身体状态。